伊藤菜菜子虽然刚刚悟道不久，但他也已经意识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，那便是自身可用的灵气实在少得可怜，而且灵气几乎没有任何外部的获取渠道。对现在的修道者来说，灵气的获取是最大的难关。天地间已经没有灵气存在，所以外部获取的渠道只有丹药、灵石或者阵法。若是有完整修炼心法的人，能靠运转心法在体内产生灵气，但对叶晨和菜菜子这种没有心法的人来说，这条自给自足的路也走不通。所以菜菜子悟道时体内产生的那少许灵气，在试过灵气感知之后，就基本上消耗殆尽了。叶晨比菜菜子稍微好一些，早期偶然得到的灵石为他提供了不少灵气，后来靠着培元丹，勉强算是把灵气的缺口补上了。叶晨虽然没有办法帮助菜菜子提升修为，但好在能给菜菜子提供丹药帮助。菜菜子自然知道叶晨的丹药必然十分珍贵，见叶晨毫不犹豫便给了自己一颗，下意识是想婉拒。可是他忽然又想到一个问题，自己若是想提高自己的实力，多为叶晨分忧，那就必须接受叶晨给的丹药，否则自己谈什么陪他一起走下去。想到这里，他看向叶晨，极其诚挚地说道：叶晨君，菜菜子对修道一窍不通，但陪叶晨君一起修炼，一起走下去的决心日月可见。若是叶晨君不嫌弃，以后就要辛苦叶晨君多多关照了。叶晨心有所动，微微点头笑道：你是我唯一的道友，希望你能够尽快提升修为，将来助我一臂之力。说着，叶晨便将丹药递到他的面前。伊藤菜菜子伸手将丹药接过，随即问叶晨：叶晨君，我是应该一次都吃掉，还是分多次服用？叶晨拍了拍脑门，差点忘了，你现在刚刚悟道，这培元丹里的灵气不但精纯，而且十分充沛，不宜整颗服下，不如先把它分成10份，然后服用其中一份试试看。伊藤菜菜子轻轻点了点头，将丹药分成差不多的10等份，随后拿起其中一份，对叶晨说道：叶晨君，那我就先服一份试试看。叶晨鼓励道：有我在，你尽管放心服用。伊藤菜菜子甜甜一笑，旋即便将那一份丹药放入口中。入口的一瞬间，丹药便化作一股强大澎湃的灵气，直接涌入伊藤菜菜子的识海。原本风平浪静的识海，仿佛一瞬间掀起风暴，随后便是一阵惊涛骇浪。而伊藤菜菜子也感觉到自己识海中可供调用的能量一瞬间强了许多，原本就已经在悟道后有了极大提升的感官能力，一下子又跃升了一个新层次，而体内灵气也变得异常充沛，只是神识微动，灵气便立刻从体内分出。整个办公室内的一切都仿佛被自己开了上帝视角，尽数在掌控之中。紧接着，这种掌控力还在向着周边不断蔓延。片刻功夫，周围7、8个房间也都进入感知范围之内。叶晨能感觉到伊藤菜菜子正在释放的灵气，再看他本人，体内灵气已经十分充盈，想来也不能再继续服用丹药。片刻后，伊藤菜菜子收回自己用于感知的灵气，抬头对叶晨说道：叶晨君，之前我只是能把极少的灵气释放出来，但是自己很难控制灵气的移动，但刚才我释放出的灵气已经可以按照我自己的意念移动，虽然移动还有些迟钝，但这种感觉实在太奇妙了。叶晨点头道：灵气的控制至关重要，将来以灵气驱动术法或者阵法，全靠意念对灵气的掌控。你最近可以多多练习练习，等你娴熟一些，我教你如何用灵气驱动阵法，到那时我会送你一件可以用来攻击的法宝。伊藤菜菜子重重点头，坚定不移地说道：叶晨君放心，菜菜子一定全力以赴，绝不让叶晨君失望。叶晨会心一笑，随即说道：菜菜子，既然你现在已经悟道，就没有必要留在这里继续修炼武道了，不如好好潜下心来练习灵气的掌控。伊藤菜菜子知道修士和武道已经完全不是一个世界，自己留在这里确实已经失去意义，而且会耽误正事，于是便开口道：既然这样，
那我今日便去寻一处合适的宅院，专门用来练习。汤臣一品的家中还有父亲大人，总归是不那么方便。叶晨也不禁感叹道，确实应当寻一个适合修道的地方。最近你可以先到我那套半山别墅，那里比较安静，也比较私密。伊藤菜子轻轻点了点头，随即有些期待地问，那叶晨君会到那里修道吗？叶晨坦诚道，说来惭愧，我现在已经没有什么进一步提升修为的好办法了，所以平时也几乎不怎么练习。至于半山别墅，我除了过去炼制一些丹药之外，也就没什么其他用途了。伊藤菜子问他，还以为没有修炼心法的缘故吗？对，叶晨点点头，我现在的情况等于是一个自学了小学课程，但暂时还没有找到中学教材，也找不到学校接收的学生，完全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提升自己，等于是修道领域的街溜子。伊藤菜子看得出叶晨的无奈，忍不住道，叶晨君不要妄自菲薄，这个世界上任何一门学科都是前人一点点建立起来的，修道想来也是一样。叶晨君虽然没有一门现成的修炼心法，但我相信如果叶晨君愿意钻研，说不定能自己钻研出一套心法出来也说不定。伊藤菜子的话，叶晨未置可否，他也知道理论上肯定存在这种可能，只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，站在巨人的肩膀上，想做出成绩就会更加简单。而若是想靠自己在某个领域开宗立派，那可不是一个难字所能形容的，那得是超乎常人的天才方能做到。叶晨并不觉得自己具备这样的通天之才，但伊藤菜子的话也给了他一定的启发。一个小学生很难具备牛顿、高斯这样的天赋，但如果脚踏实地一点，在小学数学的基础上多研究，说不定也能把初中数学的知识琢磨出一星半点。就像之前伊藤菜子就是靠他自己的摸索，实现了内窥，并且无师自通地找到了让神识在识海中一跃而下的方法。那个方法不但让他的武道进步神速，甚至还为他的悟道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一念至此，叶晨便在心中暗自决定，以后自己也要多抽时间到半山别墅去，在那里沉下心研究修道，说不定能在现有的基础上找到一条突破之道。可是一想到外婆一家就住在半山别墅，自己若是每日来这里闭关修炼，就必然要从外婆家门口经过。出于礼数，既然来了，就不可能不打招呼。可一打招呼，这效率便自然会有所下降。况且伊藤菜子要是也每日过来，终究是不太好跟外婆解释。于是叶晨心里便有些迫不及待的想要找到一处新的修炼场所。思前想后，费可欣当初在金陵画名瞻飞儿时，买下秦家的那套临水大宅便跃入他的脑中。秦家的别墅在距离市区很远的水云山庄，那里依山傍水，风景绝佳，而且住户不多，相对安静许多。而且秦家的大宅是两套别墅合并起来的，不但有两套别墅本身的建筑，还趁着早期政策宽松做了很多加建，把两套合二为一，实际的使用面积至少有3套别墅的规模。当初费可欣买下这套宅子，让老婆萧初然帮忙设计重新装修，如今想来已经闲置，不如从费可欣手上把这套宅子买下来，以后专门留作自己修炼所用。而且水云山庄的户数本就不多，整体只有20-30户，而且都是大宅。叶晨觉得自己不如就做得更彻底一些，多派一些人手出面，把整个水云山庄所有的房子都买下来，把它打造成自己的基地。叶晨之所以有这个想法，是因为水云山庄的地理位置确实特殊。这个小区建在一个地势平缓的半山坡上，前面的湖泊其实是一个天然形成的堰塞湖，公路从山脚下穿过，而上山的道路则是小区开发商当初自建的一条双车道水泥路，而且这条路只通向水云山庄。这就意味着除了水云山庄的业主和访客之外，几乎没有别人会来这里。一旦整个小区的实际拥有者全是自己，那外人就自然被隔绝在了小区之外。而且洪武原本的地下势力本就在金陵有很深的背景，
其中还有不少物业公司，自己可以轻松把水云山庄的物业公司换掉，让洪武出面成立一家新的物业公司，然后把物业公司的员工全部换成自己人。如此一来，水云山庄的保密级别就会更高，自己也就可以在水云山庄做点大动作。水云山庄的别墅，家家都有很大的地下空间。更难得的是，秦傲雪从小喜欢练武，所以他爸爸在地下给他打造了一个专门的练功场。到时候投入一笔钱，好好开发一下水云山庄的地下部分，说不定能逐步把它打造成一个堪比死士驻地的存在，将来必有大用。想到这里，叶晨立刻对菜菜子说道：“菜菜子，我给费可欣费小姐打个电话，她手里有一个非常合适修炼的场地。”